好的，在谈这个人口问题哈，之前我先说明一点啊，其实，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里面哈，人口的预测跟人口的规律是非常高的，因为各国都一样，就是说你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人口，它的出生率、它的死亡率、它的年龄分层它不会突变的，它一定是有个趋势，所以在社会科学里面我们只有做人口预测，往往可以预测10年、20年以后，而且很准。好，这是人口的，等于是说这个统计它的意义是在这里。那这一次中共公布了它是建国以来第7次的这个人口普查，结果他公布这个数字以后，等于是说全世界哗然，其实包括中国这个他们本地的人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它的数字本身有太多奇怪的地方，所以大家才会说，就说，你是不是那么晚公布是在搞这些数字就对了。那你无论怎么搞，因为我刚刚说了，人口预测是最有规律的你怎么变你都变不过来的。你越变越多的话，就会被外界抓到的漏洞越多。果然有好几个漏洞，我讲几个比较重要的就好了。第一个他们公布的数字，2006年到2020年15年，每年出生人口把它加起来，就是过去15年来出生的人口加起来是2亿4千万人，2亿4千万人。然后呢，这个数字跟每年那个政府所公布的每一年有公布它的出生累计人数嘛，加起来一模一样，这什么意思？好。简单的说，这表示说，过去这15年来，从0岁到14岁的人口的死亡率是0。出生以后到14岁没有人死亡。但是你如果去查，更好笑就是说，他这次这个数字就是左手打右手嘛。你如果去查这个中国的这个卫生部他所公布的中国的婴儿死亡率7.4%，年均是7.4%。你就把这7.4%，我们在谈中国人口还要有个注意因为中国人口的基数是14亿嘛，所以说我们谈它的百分比的时候呢，就算是小小的百分比，0.5%、1%，那就不得了了。好，你看一年是7.4嘛，你如果乘以15年，你这些婴儿，你所公布的婴儿死亡率的这些死亡人数跑到哪里去了？这是第一个大漏洞。更好笑的还在后面，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过去一胎化政策嘛，他们在控制人口，所以说大概从2000年开始以后，他们人口控制就有效果显现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从2000年以后，他们每年的新增人口的数量就开始往下降。开始从2000年开始降到1000万以下，2010年降到641万新增人口。2019年新增人口467万。不过你根据他今年所公布的这个中共的数字，2020年在新冠肺炎的打击之下，第一个它的新增人口史无前例的高，竟然增加到2600万人。然后呢，比2019年已经掺水了，2019年新增人口是1400万，它就打破了，就是光是2020、2019就打破了1991年来所有的记录，它全部打破了。这个老师搞不好封城没事做，增加人口很难说。等一下世界各国很不幸的，包括我们台湾，在过去疫情全部是人口下降的，全部为什么？第一个不敢结婚。其实我们台湾去年的出生率又降到全世界最低的，是各国都一样。所以说，在新冠疫情它不是那个概念，就是说在家没事做，反而不是不敢，该结婚的不敢结婚，该生的全部不敢生，因为有个大的变数就在那里了。只有中国，然后呢，更好笑的，我刚刚说新增人口。所谓的新增人口，大家也想说是出生人口，不是出生人口只是新增人口的一部分。它新增人口，它还有从不知道哪里增加出来的。那他自己所公布的出生人口，1200万，这个又是破了历史的记录，1200万。然后呢，更好笑的，65岁以上的人口
2020年突然变成1641万，就1600万人，这什么意思？他2019年65岁以上的人口才945万，到2020年突然增加500万，那什么意思？让大家去查，你2020年那就表示说你是1955年生的嘛，1955年那一年的出生率没那么高啊，就说你65岁以上的老年人突然多出500万，这不知道哪里来的。因为中国防疫做得太好，大量的移民进去，老师你又怀疑他们了。OK， 好，那我没话讲，可是那对好，原来是外来人口，那我就没话讲。所以呢，就是说他几个人口数完全都兜不起来了。可是呢，中共他就是有这个脸皮，他就硬着头皮给你公布，然后呢，他也不管你，他也不让你外界问的嘛，对不对？他也不给问嘛。好，可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严重的不是造假，就算你不造假，你一样呈现出非常严重的人口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未富先老，未富先老，还没富就富有，对，还没有钱，你整个人口老化。第二个就是劳动力下降，然后更好笑，我刚刚说左手打右手，根据这一次公布的这个劳动力，我们先看劳动力，他说15岁到59岁青壮年，劳动人口比例63.35，请听清楚，15岁到59岁，然后呢，他说60岁的以上的人口占18.7%， 60岁18.7%，折合3亿人，老年化。可是我拿另外一份数字，就今年2月26号，它是中共的这个另外一个单位，叫做中国人社部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了哈。它是当时是为了公布它的劳动状况啊。它当时的公布，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1%，就大概2个月前是说18.1%，那现在告诉我是18.7%。那就少了0.6就多了0.6啊，0.6你要乘以14亿哦，这个人怎么来的？这些人怎么突然2个月就长出来了？好，我刚刚说的哈，未富先老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国的我们都知道大致上大概是已开发国家了哈，大概人口都老龄化，是日本、欧洲。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的人口结构是非常漂亮的，所以美国不算了，就欧洲啦，好先进国家，日本啦，包括我们台湾，包括新加坡，等于说我们的 GDP，大概要超过2万块美金以上才开始老化，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有那种足够的那种照养能力，包括家庭，包括政府，那按照中国今年的 GDP 是1万，它人均收入1万块美金的话呢，它已经整个老化了。是，好，那我们还知道因为过去是这个所谓的限制计划生育嘛，哈，2018年开放了以后，结果也是不太敢生，因为养小孩的成本增加了，所以也不太敢生。所以我们都知道，过去长期一胎化的结果哈，造成今天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我简单的说哈，一个人你要养4个老人，是一个家庭，男生跟女生结婚嘛，一个家庭你要养8个老人，为什么？我一个人，我有祖父母，我有父母，4个老人，只有我一个小孩嘛，对，对方家庭也是他一个小孩嘛，那我跟他结婚，2个加起来8个老人，要你这个家庭，等于是说照顾，这是很惨的。好，未富先老。那根据统计，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是9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9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用数字平均啊。今年他不敢公布，现在是剩几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他不敢公布。但是我根据2010年也是他们政府的公布就说到2030年应该是3.8个劳动力会养1个老人。其实我们台湾也差不多，很辛苦。我们台湾也是差不多世界各国这个趋势，我刚刚说过，人口的这个发展的规律是不会变的。好，
那他们就评估到哈，那就跟你的这个社会保障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叫社会保障，我们叫社会福利啊，就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我们台湾的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已经超过20%了，就是我们国家总预算有20%。今天就中国的它的社会保障支出占他们国家总支出的大概6%，6%而已。那根据它的老化的这个状况，它到2030年，它一定要达到15%以上，它才能够提供起码的照顾。是，你看，我们也是一个台湾，现在就是老龄化社会嘛，我们每年要花20%以上哦，蛮多的，非常高的钱以上哦。那他们现在才花5%，然后他们未来10年要赶快增加到15%。我不认为他们办得到，因为他们的预算呢，通通拿去强军去了，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社会安全就是这个维稳预算都拿去维稳去对付去镇压老百姓去了。所以说，对中国的来说他们这个人口的这种迅速的老化，还有劳动力，我刚刚说劳动力的减少，好，又来了。根据他们的我刚刚说人社部的公布，他说这个过去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下降，平均每年下降300万人。所以2012年起算嘛，到2020年嘛，8年嘛，38就少了2400万个劳动力。人社部评估未来5年就14-5计划，未来5年2021到2025还要减少超过3500万人。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人口的老化，跟经济的发展。跟社会的稳定，这3者是联动关系的。所以说，未来这就是中国崛起透明的天花板，就挡在那里，你崛起不了，因为你的人口结构已经限制你了。